综合以上证人证词以及证据，我方请求法庭判定：韶华制药厂将万灵丹配方归还首源药庄，之前由万灵丹销售产生的一切收益也一并归还首源药庄。被告律师，针对原告方的证据主张，你们有什么需要辩护的？法官大人，原告提交那张买卖契约是伪造的。没有证据，不要乱说。被告律师，你的说法有证据支持吗？法官大人，首源药庄提交的买卖契约上写着“空口无凭，立此卖契为证，一式3份，利契人、执契人安克堂各据1份。利契人的那一份已经找不到了，但是我们在齐州安克堂档案库里找到了安克堂存档的那份原始凭证。大家请注意，2份契约非常相似，但安克堂存档的这份契约上面却没有“万灵丹之配方”这6个字。由于相关人士要么不知去向，要么已经去世，相比之下，安克堂存档的这一份凭证可信度更高。法官大人，我方请求仔细核查被告提供的证据。法官大人，被告方提供的这份契约才是伪造的。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说。夏元和高千亿的签名和手印根本就不是他们2人的。你要是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揍你！6个按手印的人中，3个已经去世，1个下落不明，但是夏元和高千亿却依然健在，并且就在法庭上。我方请求现场对他们进行指纹鉴定。鉴定就鉴定，谁怕谁啊？10几年都没人来，这个月来2波，奇了怪了。楚小姐，同意现场鉴定吗？不用了。为什么？我们上当了。上当了？我们从安克堂拿回来的那份契约应该是假的。怎么可能呢？我认为是夏元提前拿了一份假契约送到档案库，就等着我们去拿呢。法官大人，我方不同意现场鉴定。你们是不是心虚了？因为现场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，我方请求暂时休庭。那怎么行？除非你们承认自己伪造证据。安静，请证人高千亿。证人，介绍一下你的身份。我叫高千亿，是首源药庄的2掌柜。呈证据。取指模。法官大人，其实不必取指模，也能够判断出楚小姐提供的这份契约是伪造的，因为那上面是一枚斗状的指印，而我10个手指头
都是簸箕，而夏元老板提供的这份契约上，才是我的指纹。但是，夏元老板提供的契约也是假的，因为上面的指印是我20天前刚刚盖上去的，而且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，当年的契约上并没有提到万灵丹。高天一，你这个白二郎，你结束再说。高先生，谢谢你。哎，我是真的没想到，你能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出来，为我仗义执言。其实啊，夏元当年买走赤春堂，手段就很下作。如若这万灵丹再被他撬取好多，那就太没天理了。我也是实在看不下去，才站出来的。当初我们家将赤春堂卖给夏元，虽说无奈吧，但也是出自自愿。楚小姐，你也知道，这守元药庄啊，一直只做生药批发。民国5年，夏元想开拓成药市场，于是他便想收购有着100年历史的赤春堂啊，但被你大哥一口回绝。与此同时，这关东帮和齐州帮，为了控制齐州药市的控价权，打了数年，难分高下。于是这夏元便想出了这一石二鸟之计。他先让伊大金用假黄旗调包了关东帮的真黄旗，以此损伤关东帮的信誉和声誉。然后他又找人用调了包的真黄旗卖给你大哥。哟，这么早就送过来了？随后他又以帮助查案为名，把你大哥人赃并获，并交给关东帮的杨三爷处置。由此，他便收服了杨三爷。而你大哥为了买下所有的真黄旗，欠下了高利贷，导致你楚家最终只能将赤春堂转让给了守元药庄啊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夏元在后面操纵。正是。不过此事还有个插曲，这易大金原本是让小武去揭发关东帮卖假黄旗，当该他出现的时候，他却失踪了。最终是你发现了黄旗有假，戳穿了此事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之后才在杨三爷那里解脱了少忠啊。哎，这小武却因为此事被罚了半年的薪水，他心中不忿，便卷了一笔钱逃了。唉，二妞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了。我该上船了。先生将来要如何打算？哎，没什么打算。在这商场里勾心斗角大半辈子了，着实累了。此次回家正好可以好好歇歇了。万灵丹是保住了，却害得先生丢了差事，实在是抱歉。哎，你也不用过于愧疚。其实我早就存了离开夏元之心了，只是我一直放不下这主仆之情、师徒之义呀。当然，也舍不得那份俸禄。我也是一直到了法庭上那一刻，才最终下定了决心呀。是为什么？楚小姐，你也知道，这日本人现在已经是守元药庄的股东了。如若这万灵丹的配方最终归了守元药庄，那也就等于落入到了日本人的手里。
我虽庸碌之辈，但是舍国家安危、民族大义，高某绝不会含糊。先生，受我一拜。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先生如我，将来还想出山，石春堂的大门永远向先生敞开。楚小，楚老板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告辞。馄饨啊，谢谢您。他固定会在周3的晚上去孔家弄堂口的小摊上吃一碗馄饨。一个人？是，我去看过了，那个路口晚上人很少，动手也方便。先生，最近局势有点微妙啊。哦，是吗？前2天，蒋介石在日本经济往来的杂志上发布了一篇文章，其中有这样一句话：中国对日本的妥协退让，毕竟有一定的限度。此外，他还让驻日大使蒋作斌转告我们大日本帝国政府，当中国政府被逼到无法忍耐的时候，将不惜一切代价与侵略者作战。他之前不是奉行绝不抵抗政策吗？但是他最近在政治、军事、国防、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在搞一些小动作，好像心思变了。他真的会打仗吗？我不信。但是看眼下的情况，可能由不得他了。我判断，中日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，所以你必须赶在中日正式开战之前，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。好，我来安排。这就是市场部的情况。你那边呢？就是新厂选址的问题。之前看好那块地，本来都快签合同了，但是我们突然被业主方拒绝了。我私下打听了一下，说是业主方被政府的人威胁了。马俊才的人？应该是。不如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。我觉得西南可能是不错的选择，不一定非得局限在上海或者南京。我马上着手。好。哎呀，今天大家也都辛苦一天了，就到这儿吧，早点回去休息啊。哎，少华，你一会儿直接回家吗？我想回家之前去吃碗馄饨。我跟你一起去啊？啊？你不是保持身材不吃宵夜的吗？哎呀，今天突然一下想吃了。平常都是你一个人，今天咱俩一块儿，行吧？哎，春慧，那你去吗？我一会儿还要去工厂一趟，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哎，对了，姐，最近多注意安全啊。好的，放心吧，有我呢。就在那儿。今天人挺多的。你先坐啊。老板，2碗小馄饨。好的。有什么不对吗？啊，我
我最近老觉得有人在盯着我，会不会是马俊才的人啊？难说。谢谢啊。哎，那3颗子弹是他们寄的吗？他们这帮人最爱使这种招数来吓唬人。我可听说，杨信佛、史量才都是被他们杀的。少华，他们不会对你下手吧？谢谢，谢谢。咱们赶紧吃，吃完赶紧走。这些天你也小心点，别一个人出门了。我去加点香菜。老板，我得多来点香菜。哎，好的，自己去。哦，好。少华，小心！二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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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车！快上车！好。二娘，你挺住！我真的，别来车，天了！我天了！我马上带你去医院啊！你挺住！万幸，子弹没有打中要害，放心吧。醒了。我在哪？医院。医生刚刚给你做了手术，子弹已经取出来了。他们真开枪。还好你没事。不过医生说你失血过多，得好好休养啊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但是你差点。你明明知道他们要杀人了，你为什么要冲过去？为什么不躲？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也会冲上去的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。没有你那么勇敢。我不是勇敢，我只是不想失去你。阿牛，谢谢你。咱们姐妹之间。不说这个。家属可以去取药了。你再睡一会儿啊，我去给你取药。少华，我
只是让你们吓唬他一下，怎么还真的开枪呢？我也没想到跟他一起那女的那么猛，竟然敢抢我的枪，然后就一不小心走火了。不是你们说，平日里就楚韶华一个人在那儿吗？但偏偏昨晚上就多出来一个女人。我让你们手脚利索点，别给我惹麻烦，结果把事还是给我办成这样。局座，要不我们再干一把？不用了，这把威慑力应该够了。那后面的事儿，巡捕房那边我来打发。你们几个这几天出去避避风头。是。滚！喂，你好，楚小姐，我是马俊才。马委员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听说贵公司的副总经理白小姐遇到了劫匪，还挨了一枪，特地打个电话问候一下。马委员真是消息灵通啊！不会是劫匪给你传递的这个消息吧？我是听巡捕房的人说的。你也知道，我跟巡捕房的关系很好，再大的事，他们也会替我兜着。你这是在暗示我，你可以只手遮天吗？不，我的意思是，现在的世道不太平，楚小姐外出的时候要多加小心，特别是走夜路的时候，尽量不要携带贵重物品。毕竟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要是再遇到了劫匪，那可就要人命了。马俊才，转告给你主子，我楚韶华就算是丢了性命，我也不会屈服。关于我们的合作，楚小姐如果改变主意，还请随时跟我联系。你和白冰心同进同出，我忍了。你让我不顾体面，大闹一场，赶走白冰心，我也帮你做了。没想到，你不仅要赶我出门，连你自己的亲生儿女你都不要了。为什么？我有我的计划。你的计划就是钱吧？淑芬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可以不相信任何人，包括我，但是你一定要相信钱。我给你的钱足够你还有孩子下半生衣食无忧。是啊，也只有钱了。谢谢你的理解。理解？我只是看透了。这么多年，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。当初娶我，不过是因为我有一份丰厚的嫁妆。这几十年来，我辛苦付出，但在你眼里，我不过
是替你尽孝的丫头，打点家务的管家，生儿育女的工具罢了。不尽然，我们还是亲人。好在这一切都结束了。做了几十年下园屋里的，我现在终于可以做回我徐淑芬了。谢谢。淑芬，照顾好孩子，照顾好自己，看好你手上的钱。你自求多福吧。其实都不用扶着我了，我今天觉得有劲儿多了。韶华，我来看看你。感觉你今天的状态比昨天好多了。是啊，医生说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哎，你去忙吧，我来陪他。好。哎呀，我都已经迫不及待想回药厂工作了，真待不住了。二妞，你可能暂时不能回药厂了。为什么呀？我也要出去躲一躲。怎么了？你这次枪击的事件，巡捕房结案了，说是遇到了流窜的劫匪。哎呀，这案怎么结的呀？明明就是马俊才的人干的。马俊才倒是不避讳，他就直接威胁我，如果我不跟他们合作的话，他们是绝对不会罢手的。看来是他们铁了心了，一定要拿到万灵丹的配方。二妞，这次是你为我挡了一枪，不然的话，我早就身语不测了。但是，下一次我还能不能这么幸运，我也不知道。咱们去告他们，天下这么大，我就不信了没有咱们讲理的地方。二妞，我就怕还没到讲理的那一天，我人就不在了。呸呸呸，不许胡说。我不怕死，我只是怕我死了之后，万灵丹就从此失传了。韶华，你不会有事的。二妞，你是我在这世界上最信任的人了，所以，我想郑重的拜托你一件事。你说。我备份了一张万灵丹的配方，我想交给你来保管。交给我？我能信任你吗？当然能。那你必须要答应我2件事。第一，等我死了以后，才能打开这个信封。第二，你拿到配方以后，帮我把万灵丹继续发扬光大。你还是不要把万灵丹的配方给我了。怎么了？我也许不配。二妞，你在我心里是最适合的人选。咱俩从小一起长到大，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，咱俩之间的感情，不只是交心的，更是过命。所以，万灵丹交给你，我更放心。
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好，那我希望我永远没有机会打开这个信封。这样就好了。以后不论我遭遇什么，我都能安心了。韶华，你吉人自有天相，你不会有事儿的。对了，池春堂那边还有事儿，我得赶紧回去。好，你去忙。明天见啊。明天见。是我拿到了。这是我和淑芬的离婚协议。为了让她配合你演这出戏，我又多付给她2万美金。那出戏我也付出了很多。他打我，是真下狠手。如果不下那么狠的手，楚少华怎么可能相信呢？挨打也就算了，为什么真让我挨一枪？不是说好，只是威胁一下，绝对不开枪的。开枪的不是我派去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派去的人到馄饨摊的时候，楚少华已经带你去医院。那些人真的是马俊才派去的特务？应该是。我那天还去抢他们的枪了。天哪！哎呀，二妞你呀，你知道吗？我差点死了。他们那天真的开枪了，真的开枪了。他们那枪差点打到我心脏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也很心疼你，所以为了弥补那一枪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。本人夏元，心目白冰心小姐风采无双，请求与之结为夫妻。为表诚意，本人郑重承诺，以首元药妆之30%股份作为聘礼，赠与白冰心小姐。二妞，下个月你将是夏元夫人了，同时，你也将成为上海最富有的女人。为什么只有30%？你不是已经答应我了，要给我1半的？那至少也得有4到5成吧。为了保住我在东北、华北的分店，我不得已让给小村制药3成的股份。你还是让日本人得逞了。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。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，我的身家会大幅缩水。到那时候，就算给你1半，还不如现在的1/5。我这么做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，也都是为了你。我现在能给你的，全给你。
还是不相信我？我如果把这个信封给了你，我和韶华就真的再也不是姐妹了。二妞说句你不爱听的，自从你假装跟我分手，加入韶华制药的那一刻起，你们俩的感情就彻底决裂了。你没有回头路，知道吗？没有。但是我清清楚楚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你要超越楚韶华，对吗？你亲口对我说的。那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，咱们有配方，再加上我的实力，我向你保证，不久的将来，你将成为全中国，乃至全世界最有势力、最富有的女人。亲爱的，正是你的野心，正是你的欲望，不能有杂念啊！配方我可以给你，但是你要答应我2件事情。说。第一，永远不能伤害韶华。第二，配方只能在我和你手上，绝不能给日本人。亲爱的，这么好的宝贝，只属于咱们2个，我怎么可能让日本人跟咱们分享呢？啊？这就是楚韶华给你的。自己看看。二妞，我很遗憾，因为你已经彻底背叛了我们的友情，但也无奈，毕竟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。随信附上一张支票，你当初为支持我创业，翻倍买下我的房子，我再补偿你8万大洋，算是对我们这一世姐妹情的交割。韶华，小心！走。你没听着吗？我的常客到了。老板，刚才谁中枪？哦，演电影那个白小姐。人呢？送医院了。送医院了？哪个医院？哦，最近的医院，上海医院。这人都送医院了，咱们还演不演啊？咱们接到命令，可是千万不能开枪的。是啊，不就是让白小姐救救楚韶华，做做样子吗？你说咱们怎么办？哎呀，人都不在了，还演什么？走吧，走。韶华。大哥，你别生气了，咱们还有机会的。他已经彻底把你看穿了，你根本没有机会接近他。
这件事情确实怪我。将来，我一定会补偿给你的。完了，彻底完了。我没有那么悲观。就算没有了万灵丹，我们依然可以做我们的生意，依然可以赚我们想赚的钱。你不懂。咱们的宾客还在呢，伙计也在，商客也都还在。那只是暂时还在。我拿不到万灵丹，日本人绝不会放过我的，他会摧毁我东北、华北所有的基业。你是为了给日本人要方子？现在为谁要还重要吗？啊，重要的是先活下去。你刚才答应我的，绝不会把方子给日本人。那我怎么办？这是他们唯一能拉我一把的条件，就是万灵丹。你骗我？你就纠结骗不骗是吗？啊，有用吗？那楚韶华还骗你呢，我怎么就不能？夏雨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因为你太蠢了。我居然相信你能拿到万灵丹，我居然还想娶你，我真是跟你一样蠢。几乎每天都有同志被捕，情况已经十分危急。组织上决定，让你撤离上海去香港，越快动身越好。那我负责的工作呢？另外有同志解体。我服从组织的安排，不过韶华虽然不在国民党特务的搜捕名单上，但他也被日本人还有国民政府的官僚资本给盯上，继续待在上海也不安全。这个组织上也有安排，你放心吧。韶华的安危不仅仅关乎他个人，也关乎着抗日大局，甚至中国医药未来的发展。另外，组织上特批，在走之前，你可以把一切都告诉韶华。什么意思？韶华虽然还不是我们的同志，但他的所作所为，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。所以，关于你的身份，还有夏初致死的真相，你都可以告诉他。今天又失败了！你这个没用的蠢货，蠢货！出了些意外。意外嘛？你们这些中国人就只会吹牛、说大话，吃屎了！我们还有机会。你已经没有机会了。看在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份上，帮帮我。你帮我就是帮你自己，帮我就是帮你们大日本帝国啊！我可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好，但这一次必须听我的。哎，回来啦！
还没吃呢吧？我今儿做了条鱼，给你留了一半，可新鲜了。韶华，哎，你看，哎，小孙这朋友真是够意思啊！不仅他自己的报社登了我的消息，他朋友们的报社都登了，而且都有照片。你看，这儿。没事儿的，只要我们努力往前跑，就算过去冒出来了，他也不会再缠着我们，对吗？不管我去哪儿了，你永远都是我最亲的姐妹。前2天发生的事上报了，什么事啊？我用个电话。一个亲日官员正在演讲，突然从记者群里窜出一人，手举左轮手枪，高喊“班调抗日绊脚石”，连发3枪。连发3枪啊！哎，这个记者好有血性哦，竟敢刺杀行政院长。那刺客现在呢？死了。来，让我看看。不过，他临死之前对靠近他的人说：“快去看看地图吧，整个华北、东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？我们要亡国了，我们要成亡国奴了。”如果以后还有需要我的地方，我一直都在。我怎么没早点遇到你呢？现在也不晚呀。我们做一辈子的好朋友。好。姐，今晚8点有人约你吃馄饨，我已经帮你答应了。二妞，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你说什么？我们俩？对。你现在给楚少华打个电话，约他到这儿来。你要干嘛呀？我想跟他好好谈谈呢。夏元，咱们2个已经分手了，不是你想让我干什么，我就能干什么。二妞，还在生我气是吗？我要离开你。你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，你舍得离开我吗？是。你给了我很多钱，给了我名利，给了我光环，但你也让我变得冷酷、无情、无耻。你让我背叛了韶华，你让我自己现在都不想看见我自己。二妞，认清现实吧，我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。哎，你只要给韶华打这个电话，那纸婚约依然有效，你要的婚姻、名誉、金钱，我都可以给你。夏老板，人是会变的，我不需要这些了。名分、金钱，
我都不要了，你再也诱惑不了我了。你说你想要什么啊？你跟我说你想要什么？你说的特别的对，我真是个愚蠢的女人。我折腾了半辈子，我才知道我自己想要的根本就不是钱，是什么？是一个真正爱我的人，是一段真正的感情。二妞，我爱你啊，我也可以给你真正的感情。你不能，那你也不能离开我。求你了，二妞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你别离开我。我已经有太多的亲人离开我了，我不能再失去你。想把我留在你身边是吗？不想让我走啊？你答应我一件事情，我就不走。我答应你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断绝和日本人的关系。你疯了吧？你清醒点好吗，二妞？我跟他们断绝关系，你觉得会怎么样？寿元药庄、菊景堂就都完蛋了。我手底下那么多伙计怎么办？我的家人怎么办？都得死！我怎么办？我都得死！我告诉你，到那时候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夏元，我终于在你嘴里面听到真话了。什么？但是晚了，你现在跟我说什么都已经没有用了，我已经什么都没了，我什么也不想要了，我不当汉奸。呸！你不想当你就不是吗？我告诉你，在别人眼里，你跟我一样都是汉奸。而且我告诉你，楚少华早就把你当敌人了。他早就想弄死你了，咱们没有退路，咱们只能放手一搏。少华有一天要报复我，我认了；日本人有一天要找你算账，人民有一天要清算你，你也得认。我不，我绝不。我们各走各的路了，夏老板。哎，姐，你是不是该下班了？我这儿还有些文件没处理完呢。你8点钟有个约会哦。这不才5点半吗？难道你不回家换个衣服、化个妆，打扮得漂亮一点？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？谁让你是我姐呢？谢谢，你帮我收拾啊。喂，你好，池春堂。少华，是我。白小姐，什么事儿？是我对不起你。我跟夏元已经1刀2断了。说。我在新亚饭店606。你能不能来陪陪我？现在？少华，我快死了。二妞，你还好吗？少华，我快死了，你能不能来陪陪我？新亚饭店，你在那儿等我啊，我马上到。少华，少华，别来，别来，少华，是夏元逼的我。二妞，夏元逼的我。二妞，二妞。楚小姐，你把二妞怎么了？她现在暂时没事。夏元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就是要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儿。合作的事儿别想了，不可能的。6点之前，带着万灵丹的配方到新亚饭店606，你来，我就放了二妞。我说了不可能。
那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姐，下边抓了阿牛。喂，文氏大药房吗？我找文大哥。你别等了，他不会来的。本来我也以为他不会来了，但直到你喊出来，让他别来，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来的。什么时候到？约的6点，应该快了。他就是来了，也不会跟你们合作的。哼，只要他来了，就由不得他了。如果他听劝的话，好好配合，一切就都好办了。我会好好劝他的。嗯，把箱子抬进来。没药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小孙先生，这……如果他不听劝的话，我就动用点手段带他去日本，全都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出发。小孙先生，如果他不听劝的话，你就是把他带到日本，他也不听劝呢。那我就杀了他。我们大日本帝国得不到的东西，你们中国人也别想得到。来了，楚少华来了。只要他进了西亚饭店，我保证他跑不了。他下车了。二娘，二娘！少华，少华，快上车！他们追上来了，快！
车怎么了？掉进去了。喏，吊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就刚刚，那车上人呢？没见上来，应该是死掉了。哎呦，死人怎么上来啊？恐怕是不行了。我看着车下去，人一直都没上来。对呀。下车。下车！先生，